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可能已经称霸全球了。这些年，美国一直站在反中第一线，不是在中国海域附近大搞军事演习，就是贸易战、关税战。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真的让美国的日子不好过了。首先要知道，中国是唯一一个跳出了美国设计的分工框架的国家。本来按美国那套计划，金融和高科技是他们玩，终端设计和品牌归欧洲，日韩负责高科技和终端制造，中国只负责提供原材料、日用品生产，挣点饿不死的窝囊费。没想到中国靠几十年的窝囊费，也能发展出自己的高科技大飞机、超音速导弹、空间站，不仅抢了美欧日韩的饭碗。08年那会儿，中国还顺手坏了美国收割香港的好事，最近又联合着其他国家搞去美元化，没把中国摁死在襁褓里，真是美国这些年最大的失算。在中国崛起前，美国在蓝星上那叫一个横行霸道。二战后，美国到处打仗，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抢地盘、捞资源、占市场、巩固霸权，活脱脱的一个地球村恶霸。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世界有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借口，发起了其中的201场，占到81%。可如今呢，却不同了。小小的胡塞武装时不时就敢对美国吆五喝六，伊朗也敢炸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基地，甚至还怂恿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事情。要搁以前呢，美国早动手了，现在却只是嘴上说说。这不是美国变稳重了呀，而是美国如今的战略重心已经不在中东地区，转向印太地区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美国一心忙着对付中国，没心力管他们了。同时呢，美国也为了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更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420亿美元，仅太平洋威慑倡议一项就请求拨款91亿美元，比去年猛增40%。不否认其中有史密斯专员捞油水，但也足见美国把中国当头号敌人。以前想打谁就打谁，现在被小国欺负还得忍着，转而花大价钱对付曾经看不上的中国，美国心里苦啊。更绝的是，美国明知会两败俱伤，还是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尤其是今年4月份特朗普上台后，一通意气用事，可把美国老百姓坑惨了。电子产品、衣服这些日用品价格蹭蹭涨，鸡蛋直接贵了159%，连墨西哥毒贩都改行了，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节衣缩食。有统计算下来，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得多花1600至2000美元。虽说美国人均年收入43000，但这冤枉钱花的也肉疼啊。失业率也蹭蹭往上涨，传统制造业因为关税问题丢了24.5万个岗位，零售业库存积压，上百万人面临失业。农业呢更惨，大豆卖不动中国，市场还被巴西抢了，直接损失120亿大单。经济呢本来就不景气，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损人不利己。我们现在算一笔账啊，如果美国不针对东大，不把那些银子糖水似的花去大搞军事建设，不搞什么关税战、贸易战，那美国民众的日子能有多舒服呢？就拿物价来说，一年省下的1600美元够美国人攒一个房子首付了。就算不买房，这点钱干点什么不好，也好过付出去当政治家的贸易棋子。而那些军费估计约有800亿美元，如果可以用在基础设施建设，足以让美国找回昔日基建狂魔的荣光，改造一下纽约地铁的破烂车厢啊，修缮一下乡村道路啊，把全美最破的5万座桥梁加固一遍了，等等，也让美国人民享受一下现代基建。如果没有概念，可以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以前的老美，那日子别提有多滋润。但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调起的太高，上不去又下不来。一方面是实在放心不下东大这边风景独好，会将它取而代之；一方面自己确实在走下坡路，往日荣光再难复现。真是应了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特朗普昭告全球放弃动武，吞并格陵兰一事到此为止。另一边的美军正争分夺秒冲向伊朗。当地时间1月21日，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昭告全球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格陵兰岛及整个北极地区未来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因此取消原定于2月1日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强调，我不会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
这句话既是对全球舆论的安抚，也是对其国内狂热支持者的微妙降温。毕竟现实远比戏剧性叙事冷静得多。格陵兰之争从来不是一场地缘战略突袭，而是特朗普个人对19世纪美国开疆拓土式总统工业的执念投射，而非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延伸。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9年他就公开表示愿购买格陵兰，被丹麦首相视为荒谬。但这一念头根植于美国的扩张主义传统。1803年向法国买路易斯安那，1867年向俄罗斯买阿拉斯加，皆成总统青史留名的资本。对渴望比华盛顿还伟大的特朗普而言，若能以一纸支票把世界最大岛屿纳入美国版图，无疑是 MAGA 叙事中最耀眼的勋章。然而时代早已不同，19世纪的购地建立在殖民逻辑与主权模糊之上，而今日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下的自治领地，拥有高度自治权，且 5.7 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反对并入美国。美国民调也显示72%的人反对动武夺岛，仅 8% 支持，即便和平购买，也有 51% 民众反对。这说明所谓吞并格陵兰在美国国内既无民意基础，也无战略共识。很多人曾渲染特朗普将巧取豪夺，甚至发动战争，但最新进展彻底证伪了这一判断。首先，欧洲坚决反制，丹麦明确画出红线，格陵兰不出售，法德英等7国联合声明强调主权不可交易。北约秘书长吕特亲自斡旋，迫使特朗普退回到谈判框架轨道。其次，美国国内建制派强力刹车，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务实派深知武力夺岛将彻底摧毁跨大西洋联盟，引发全球孤立。更关键的是，格陵兰本身毫无抵抗能力，却极具象征意义。强行占领一个和平自治地区，将使美国沦为国际笑柄，而非新帝国。于是，在内外合力之下，特朗普的硬核帝国主义被迅速软化为金钱抚慰方案，或向格陵兰居民每人支付10万美元促其公投独立，再签署自由联系协定，使其成为美属领地，或直接向丹麦支付几十亿美元购岛。无论哪种，最剧烈的变化也就是从单属领地变成美属领地。就像波多黎各享有美国保护与部分福利，但无州权、无投票权，主权仍属模糊地带。这并非领土扩张，而是主权外包的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格陵兰议题自始至终是转移视线的战术烟幕。2026年上半年，特朗普真正的战略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颠覆伊朗政权。从1月初伊朗全国抗议爆发，到美军林肯号航母穿越马六甲 B-2 轰炸机群即将向迪戈加西亚集结， F-15 翼中队进驻约旦，再到以色列密谋肢解伊朗，所有军事资源正向波斯湾倾斜。相比之下，格陵兰连一架作战飞机都未调动，美军在岛上本就拥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控制权从未旁落。很多早先论点把特朗普描绘成新门罗主义狂人，预言其将吞并格陵兰、加拿大，肢解欧盟，实为对美国政治生态的严重误判。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9世纪那个可随意兼并领土的扩张国家，国会、军方、盟友、民意构成的多重制衡，使任何武力吞并都寸步难行。即便特朗普真有此心，现实也只允许他演一出购岛秀，那就是花钱买名声，而非流血夺土地。更何况格陵兰的战略价值被严重夸大，其稀土、航道、导弹基地等所谓宝藏，要么开发成本极高，要么美国早已通过现有基地掌控。真正决定北极未来的是气候变暖下的航运权与资源勘探权，而非主权归属。特朗普若真关心北极，应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而非沉迷于19世纪式的领土执念。格陵兰风波终将以一笔抚慰金收场，丹麦保住主权颜面，格陵兰获得经济援助，美国拿到合作开发名义，特朗普则收获历史性突破的宣传素材，皆大欢喜。而真正的风暴正在波斯湾酝酿，林肯号正关闭 AIS 信号，争分夺秒冲向阿拉伯海。与此同时，10架 KC-135加油机正飞往西班牙莫隆基地位 B-2奔袭铺路。当事人还在争论格陵兰是否会被插上星条旗时，美军已在为一场可能重塑中东秩序的政权肢解行动做最后准备。
特朗普妄图架空联合国，还要拉中国一起入局，中方根本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之前提到过，特朗普近日宣布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还邀请了中俄等大国加入。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个委员会将首先处理加沙问题，然后会延伸至其他热点地区，比如乌克兰，最终可能取代联合国。特朗普在周二的记者会上承认，和平委员会可能会取代缺乏效率的联合国，但他同样看好联合国的潜力，联合国应该继续存在，并协助他维护和平的行动。即便特朗普只是说可能取代，这在联合国成立80年来也几乎没有先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敢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取代联合国这5个大字。特朗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退群毁约之后，试图另起炉灶，颠覆整个联合国体系。欧洲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心有不满，但由于担心激怒特朗普，因此也是敢怒不敢言。在这一关键时刻，中方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坚决支持联合国。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力挺联合国，充分表明了我们对特朗普此举的高度警惕。虽然中方收到了邀请，但跟同样收到邀请的俄罗斯一样，对于这个声称要取代联合国的组织保持距离，谨慎对待。实际上，从特朗普宣布和平委员会的构成就能看出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磋商机制，而是一个明显以美国为中心的伪多边组织。首先是成员选择权掌握在所谓委员会主席手里，也就是特朗普本人决定谁能加入，谁不能。其次，该组织的资金和议程设定权也在华盛顿手中，其他国家说的不算。另外，特朗普还把10亿美元换永久席位、捐款换话语权这些概念摆上台面。这套设计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谁能给美国上供，谁就能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心里其实很清楚，这种机制一旦成型，最先被架空的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整个多边体系的基本规则。联合国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它把大国权力关进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笼子里，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你可以博弈，可以否决，可以拉拢，但至少大家还在同一张桌子上讲规则。若大国凭借实力单方面破坏规则，就要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而和平委员会这种东西一旦运转起来，恐怕并没有什么规则与平衡可言。规则是谁定的？议题是谁选的？冲突由谁裁定？最终执行权又掌握在谁手里？答案不言自明。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和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态度其实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对联合国这些年的低效与内耗早就有怨气；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清楚，一旦联合国真的被边缘化，真正失去安全感的反而是他们自己。因为没有了联合国这个最低限度的多边平台，中小国家几乎只剩下2条路，要么选边站队，要么沉默忍受，不断妥协，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表态分量特别重，中方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系从来不是某个国家的工具，也不是谁想推倒就能推倒的临时舞台。美国自己对联合国体系的破坏其实比任何国家都多，退出教科文组织，拖欠会费，否决改革议程，动辄绕开安理会单边行动，现在又嫌联合国没效率，这在逻辑上本身就是自我制造问题，在指责制度无能。特朗普现在做的不是改革联合国，而是绕开联合国，而绕开的代价最终一定是规则的碎片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的冲突。而在当前这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里，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带头坚持体系本身不能被随意掀翻，其他中小国家才有最低限度的安全预期。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当国际体系被一轮轮掀桌子之后，最后付出更多代价的永远不是掀桌子的那一方。这么说吧，5常里还能有中国这么既有实力又愿意遵守规则的大国，是当下世界之幸。如果连中国都要掀桌子，那这个世界恐怕就真的乱了。